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爱做美食的于姐，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西部特色美食羊肉泡馍的做法。在今天的教程里，我会给大家详细讲解羊汤怎样煮才会奶白。不光是做羊肉泡馍，做其他羊肉锅也很鲜美哦。下面请跟我一起来操作吧。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哈，这个2袋呢是我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的一个整羊腿，在放冰箱之前呢，我已经给它剁成小块了。现在给它放在清水里，让它自然解冻后，大约泡4个小时左右，让它泡出里面的血水。泡出里面的血水的目的，就是在煮羊汤的时候才容易奶白无腥味儿。血水泡出以后，给它清洗2遍，清洗干净后放在锅里，多加一点点的水，大火给它煮开。煮至微开时，把肉给它在里面涮一涮，把血沫涮掉，给它捞出。这个肉千万焯水不要过长，过长养分会流失。肉捞出以后，千万不要用凉水去冲洗，用凉水冲洗的肉吃起来发柴就不嫩了。水烧开后，重新把我们焯过水的肉给倒回锅去，再次烧开后撇掉上面的糊沫。撇这个糊沫需要大约20分钟左右，假如肉不焯水，时间会更长。说到这里，你可以回想一下，你出去吃羊肉汤的时候，锅边总是站着一个人在打糊沫，血沫越撇得干净，炖出来汤越奶白越鲜美，这就是撇糊沫的目的。讲到这里，大家可能又要问了，汤都撇没了，该怎么办呢？我告诉大家，这上面的糊沫非常的脏，也没有一点养分，炖到最后奶白奶白的，那才是精华。汤少了可以加开水，千万不要加凉水哦。血沫撇干净以后，把姜片和葱段给它加进去，有羊油的加点羊油或者是羊脑，炖出来汤更加鲜美奶白。我家啥都没有，加点开水就开炖了，也不用放其他调料，转中小火大约炖1个小时左右就可以了。好了，时间到了，我们的羊汤炖得奶白奶白的，非常的香哦。用筷子轻轻一插，轻松穿过，肉就炖好了。把它捞起备用，今天就用这1块羊肉就可以做羊肉泡馍啦。下面的骨头和肉我们给它捞起，做一个炕锅羊肉。炕锅羊肉上期我们已经花过，想看的点我头像看之前的花布。下面把馍给它掰成小块，放在碗里备用。这个饼也是我自己烙的，由于时间的问题，下期我给大家详细分享这个饼的做法。掰这个馍也非常有讲究，掰的小人家就会用心给你做，掰的大人家就知道你是个外行，也不给你用心做。今天我们自己做自己吃，就随便给它掰一掰，放在碗里备用就可以了。下面把配菜给它切一下，今天的配菜有香菜、葱、姜、蒜苗。首先把蒜苗给它切成小段，蒜白给它放在馍一起，蒜绿给它切好以后放在盘子里，然后把我们的葱、姜、蒜子全部都给它切好，放在盘子里备用。下面我们来切羊肉，羊肉给它切成薄片儿。这个羊肉是要顶刀切，越切的薄越好。要是顺刀切的话，它这个比较柴，就这样切是最好。切好以后也给它放在大碗里和馍一起备用。切这些羊肉加上2个馍，还有泡发的粉条，可以煮2碗的羊肉汤。现在开始起锅，锅烧热以后打少许的羊油，羊油热了以后葱姜爆锅，葱姜爆香以后加1大碗的水，水加上以后我们现在开始调味。首先加1小勺的盐，再加1小勺的胡椒粉，最后再把我们头天晚上炖的羊汤也给它放上1大碗。在这里给大家说一下，因为我们这边买不到这个饼，炖好汤以后天色已晚，等早上起来饼烙好以后，我们才做这个羊肉泡馍。羊汤加进去以后，大火煮2分钟，水开后把里面葱姜味煮出以后，把里面葱姜给它捞出不要，这个影响卖相。随后把我们掰好的馍和切好的肉，还有我们泡发的粉条都给它倒在锅里，一起大火给它煮开。煮大约2分钟后，加一点点的味精，然后给它搅拌均匀，再尝一下味道。因为我们煮羊肉的时候里面没有放盐。哇，在出锅的一瞬间，这个香味扑鼻而来，真的是太香了。您吃的时候再放一点点的香菜和蒜苗，更加完美。看看你想吃吗？想吃你也动手做起来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吧。我是于姐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，请不要忘记关注我哟。感谢您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啦。哇，真的是太鲜了，这个羊汤太鲜美了，真的很好吃哦。